大就是好。一个角色只要足够大，那么就会有人气，哪怕没有人气，圈外人也会记住这个角色。无论是生化危机里的八尺夫人，还是七大罪里的戴安，哪怕你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俩作品，你也一定会对这俩角色有很深的印象。我就没有看过七大罪，你问我七大罪里都认识谁，那我一个都不认识。但你把这个巨人角色放到我的面前，我就知道这是七大罪里的角色，而这就是超巨大给人的视觉冲击力。喜欢巨大的造型是传统的，是脱离高级趣味的，是遵从本心的。因为巨大天生就会吸引人的目光。高达和 EVA 火不火？他们都是巨大机器人，因为足够大，所以在战斗的时候就可以造就奇观。不论是轻而易举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，还是抬头仰望高达立于大地之上，都足够深入人心，也足够出圈。人类对于变大的执着，你玩海克斯大乱斗的时候见到的拿了坦克引擎往后面一缩，基地爆炸的时候点下自己30多层的被动，这种前排遇到的还少吗？魔兽世界里各种变大的玩具就是攻略视频最多的，站在主城里点一下玩具，哇哦，变大真的好帅哦。玩宝可梦的时候也会有人执着于抓个最大的体型，这个大的和小的区别也很大。人类对于巨大的执着那更是自古有之。提起埃及，我们会想到巨大的金字塔和巨大的狮身人面像；提起从太空看向地球，我们想到的是万里长城；提起 America， 我们想到是自由女神像；提起日本，我们想不到了，这个地方哪都挺小的。你看，人只要有资源，那就会想着把建筑物造得足够大，大到你站在下面看不清全貌。这种喜爱甚至不是文明造就的，而是碳基生物在千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刻在所有生物的 DNA 里的。哪怕是单细胞生物在演化的过程中都在想着如何变大，如果不能变大，那就抱团让自己看起来巨大。只要自己足够大，就能打败更多的对手。大象、犀牛、蓝鲸都走向了泰坦系的天赋树，所以喜欢巨大是人类的天性使然，而把角色塑造的很大，就是能有天然的优势，在视觉上就是能让大伙儿多看两眼。而这个多看两眼也是有很多层面在里面的。如果说把人的视觉牢牢吸引住的点叫视觉锚点的话，那巨大的设计就是直接放弃了这个所谓锚点的东西。只要我在画面上占的面积比其他人更多，那我就是视觉中心，你不想看到我都不可能。这就是巨大的好处。巨大的设计在机器人身上就很方便，毕竟机器人的结构本身就能够留下视线。但如果是角色，那么就需要在角色设计上花一点功夫了。像八尺夫人这种大体型但近乎纯白的角色，就给了一个很浓的妆造，还有反派的身份。而至于到了常规角色身上，那就是没办法播的内容了，我们这里直接跳过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前面的那些话都是我瞎编的，本质是想给大伙儿图一乐。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那么你有什么想发在评论区的角色呢？让大伙儿看看吧。我是凯奇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